第1章，敲鼓一次30丈。1000多年前，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官，他不仅聪明，而且探案非常公正，得到了百姓的喜欢。因为他姓包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包公。这一天天气不错，包公正在工作，窗外的鸟叫个不停，蚂蚁在树下找东西吃，风里都带着花的香味。突然，包公听到外面传来咚咚的鼓声，一声又一声，大家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。官府外面的鼓可不是一般的鼓，它叫登闻鼓。如果有人遇到了不公正的事，或者有人要说出哪个大官做了坏事，都可以敲这面鼓。但是敲一次这面鼓，就要被很粗很重的棒子打30丈。这样如果没有重要的事，大家就不敢随便敲鼓，更不敢骗人。包公听着咚咚的鼓声，心想，不知道今天这个敲鼓的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他正想着，一个40-50多岁、头发半白的老妇人被带了进来。包公静静地看着这个又老又瘦的老妇人，她虽然衣服很破旧，但是头发一点儿都不乱。包公问她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敲鼓？”老妇人回答：“小人是城边王家老头的妻子，大家都叫我王母。我为我的3个孩子敲鼓。”老妇人的声音不高，但字字清楚。她低着头，像是在忍着什么。平时的工作中，包公看过很多这样的人。这些人在遇到过不公平的事情后，都是这样忍着伤心来向自己诉说的。包公耐心地问：“你的孩子是谁？他们怎么了？”王母抬起头看着包公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小人的孩子叫王大、王二和王三。前几天他们因为杀人案被官府抓了。”包公吃了一惊，问：“是杀死史元的那3兄弟吗？”王母终于忍不住了，她的眼睛红了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大声说：“大人，我的孩子们没有杀史元，是官府抓错人了，求您救救我的孩子们。”第2章，一个问题2个案子。王母敲了登闻鼓，看起来是遇到了非常不公平的事情。她口口声声说，她的孩子没有杀死史元，是官府抓错人了。包公想了想，说：“虽然这个案子不是我办的，但因为他太有名了，所以我也听说过。所有人都知道是王家3兄弟在史家大门外用刀杀死了史元，很多在场的人都看到了，人证物证都有。现在你说他们没有杀人，你是在现场看到了吗？”王母回答：“小人
没在现场，没有看到。包公问：那你是有人证，可以证明他们没有杀人？王母回答：小人没有人证。包公再问：那你是有物证，可以证明史源不是他们杀的？王母再答：小人也没有物证。包公听得迷糊，有点生气地问：你人证物证都没有，自己也没有在现场看到，为什么说他们没有杀人？我门外的登闻鼓是能随便敲的吗？王母抬头看着包公，眼里都是泪水。我相信我的孩子们没有杀人，他们3人都是友好、孝顺又好学的人，平时他们连一只蚂蚁都不肯打死，又怎么会杀人呢？我敲了登闻鼓，宁可被打30杖，也一定要请包公大人给我的孩子一个清白。包公奇怪地问：如果你的孩子没杀人，为何路人都说看到他们杀人了？王母只能低头说道：只怕他们都在说谎。包公吃了一惊，在公堂上说谎的话一定会被惩罚，如果是一个人说谎，有可能是为了钱，那一群人说谎会是为了什么？第3章，几人说谎，无人知道。王家3兄弟到底有没有动手杀人？文件上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很多人都看到了，就是王家3兄弟用刀杀死了史源。但是王母竟然说这群人都在说谎。包公觉得这样的事情太奇怪，他不相信那么多人都在说谎。他看了看手里的文件，尤其是看到被杀掉的人是史源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仔细想了想，人人都知道史家有钱，而且还很威风，这一切还得从史源的叔叔说起。很久以前，史源的叔叔和皇帝一起上学，他是皇帝的同学，后来他还和公主结婚了。钱不一定可以让所有人都说谎，但是一个公主的话却可以。包公有多年办案经验，他觉察到这个案子可能有内情，于是问王母：王家3兄弟和史源之间是不是还发生过什么？王母只说：我的孩子们和那史家少爷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的孩子们为何要去史家大门外等那史家少爷？大人，请您自己去调查，我相信您一定会有新的发现，也一定能明白我的孩子们没有杀人。要想调查清楚这件事也并不难，包公让下人们去外面询问了一下情况，下人们回来告诉包公：包大人，我听说前些天王家死了一个人，正好和史源有关。包公听了下人的话，就去翻找以前的文件，看过之后，他心里有了许多问题，他决定私下去问一问那天现场发生了什么。包公很快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，戴上帽子，穿成普通人的样子，除非是熟人，否则
根本认不出他是谁。他像逛街一样朝街上走，走到了一家包子店。包公对店老板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好，前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姓王的老人死了，就住在这附近的？”老板本来还笑着的，一听包公的话，马上摇头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第4章，一个老人，一个少爷。包子店老板一听包公要问王老头的事情，就像被吓到了一样，什么也不说。他的样子真是很奇怪。包公想了想，拿出钱买了一个包子，然后说：“哎，我听说这个王老头可是有名的好人，常常帮助别人，他怎么突然病死了呢？”店老板还是不敢说话，但坐在旁边喝茶的一个胖女人却忍不住说：“他可不是病死的呢，就在这条街上，他被史元少爷踢了好几下，史元少爷还让下人打了他一顿。王老头就算还有一口气在，那又能活多久呢？”一个又黑又矮的男人边吃包子边说：“是啊，史家人还把王老头送去医院，但是人已经这样了，流了好多血，还没到医院就死了。那老头家还有3个读书的孩子，平时都非常孝顺，他们真是太可怜了。”包公皱着眉问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史元少爷为什么要打王老头？”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：“史元那样的人，打人还需要什么理由？可能就是不高兴了吧。听说是王老头不小心挡了史元少爷的马车，史元少爷就生气了呢。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，只是这次王老头当时就死了，他们送到医院去，也只是想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是病死的。”包公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可是现在史元也死了，还是王家那3个儿子杀的。”“谁说的？这件事儿大家都知道。这件事儿其实……”胖女人听了正要说什么，店老板咳了一声，胖女人看了他一眼，就缩了缩脖子不说了。店老板摇摇头，对包公说：“这件事儿我们真的不能说。哎。”包公有点着急，说：“这怎么行？你们如果知道什么，就应该去公堂上把话都说出来呀。”“说什么？我们可不想跟王老头一样。”黑矮男人叹着气，声音听起来有点伤心，一不小心连命都没了。第5章，2个死人一回事。虽然大家都不愿意说什么，但包公并没有放弃。他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。回到官府后，他仔仔细细地看完了这个案子，就让人把王母和王家3兄弟都叫到公堂来。开封府的公堂很大，包公坐在正中间看着3兄弟，包公的左边右边都站了一排人，
每个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抱着一把刀，叫人一看就害怕。王母已经被打了30仗，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，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包公请他去旁边休息，他只能流着泪看着他3个瘦小的儿子。包公皱着眉问王家3兄弟：“我听说史元害死了你们的父亲王老头。”3兄弟跪在地上点点头，红着眼睛，很心痛的样子。为什么？包公又问。王大说：“回包大人，听别人说，我们的父亲在街上找东西，不小心挡了史元的马车，史元因此很生气，就……”王大不愿意说下去，只是用发抖的手擦了擦红肿的眼睛。我们的父亲是个好人，他什么都没有做错。王二哭着说，他只是去给我们买东西了。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新买的笔，笔上全是血，那是我们学习要用的。包公心想，看来史元和王老头这2个人的死应该是有关系的。他摇摇头，叹气说：“唉，就算再生气，你们也不该杀了史元啊。听说史元死的时候，身上还插着一把刀，血流了一地。”王大马上大声说：“包大人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”王大本来就不太会说话，现在一着急，更加讲不明白。第6章，一件事2种说法。由于史元死了，王家兄弟就被抓到了大牢，情况很严重。看到王大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王二就自己站出来说：“包大人，我们没杀史元，我们只想抓他来见您，请相信我们。”包公看了3个人一眼，又问：“但是史元已经死了，是谁杀的呢？”王三哭得手都在发抖，他说：“我们不知道，那时候他拿出了刀，我们都很害怕。”王大心里痛苦极了，朝着自己的脖子指了指，说：“史元用刀对着我的脖子，是我弟弟们挡住他，我才活了下来。”王二、王三也给包公看他们手上流着血、发着肿的伤口。王三插了一句：“您看到过那把刀吧？您应该知道，那把刀非常漂亮，非常贵，根本不是我们买得起的。”包公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看来这刀果然不是你们的。”3兄弟连连说是。包公看了他们一眼，皱着眉说：“你们的话我明白了，但你们知道史元的下人是怎么说的吗？”3兄弟呆呆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包公看着他们很久才说：“他们说是你们先抓住了史元，然后从史元身上抢走了刀，然后杀了史元。”3兄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王三飞快地说：“他们在骗人。”王大、王二也连连摇头，说着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”王大着急地说：“包大人，请相信我们，那一天路边有很多人都看到了。”王二点点头说：“包大人，不如把他们都给叫来，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话是对的。”包公就让人把这些路人也叫了上来，包子店的老板也在里面。但奇怪的是，不管王家三兄弟怎么问，这些人就是不愿意说，眼睛也不敢朝他们看。我那天没看清楚，有人挡着。第一个人说：“天太黑了，我们都没看清。”第二个人也说：“我看到你们和史源一起，后来我害怕，所以回家了。”第三个人低下头说：“包公看到了，他明白了什么，但他还没来得及追问，一个穿着又贵又漂亮衣服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对包公说：“包大人，我是史家的管家，这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史源的爷爷奶奶都哭了好几天了，公主也很不高兴。包大人，您可不能放过坏人啊！”包公看着这个管家，慢慢地说：“请放心，我不会放过坏人，但也不会抓错好人。”管家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几个路人，笑着对他们说：“既然包大人要查，那你们就好好说清楚，要是说错了话，我可帮不了你们。”路人们听了管家的话，有的缩着脖子发抖，有的忍不住跪下了，对管家说：“我们不敢。”这件事越来越乱了。第7章，3个儿子一个死。没有人能帮助三兄弟，史源已经死了，可是史家还在。史源是公主的侄子，皇帝的亲戚，谁敢出来帮三兄弟说话呢？史家的下人都说是三兄弟先动手的。包公那么聪明，那么公正，现在却没办法了。三兄弟不再问别人了，他们也不笨，知道大家都在害怕什么。包公赶走史家的管家，打算再仔细问问这些路人，比如说史源死时谁拿着刀。可是这些路人们都吓坏了，一个字也不敢说，只是不停地摇头。王母的心都凉了，包公只能请他回家，等事情有什么进展了再告诉他。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不管包公怎么问，路人们都不愿意开口，案子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史家的管家也时不时过来看，还告诉包公，这个案子已经很清楚了，凶手的死期也早就定下，您还想查什么呢？还是算了吧。包公知道，到时候王家那三兄弟都会被送到街上杀死，这样史家的人就满意了。
包公也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有内情，但没有人证，包公也没办法。这一天，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，王家三兄弟突然都说是自己杀了史元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是自己杀了人，就一定会死，再也没有机会活下去。可是就在这公堂之上，兄弟三人都抢着说是自己不小心杀了史元，并急着说自己愿意去死，不要错抓了其他两人。王大说，我年岁大，力气最大，就是我杀了他。王二说，我最先看到他的刀，我最先动的手，我才是凶手。王三说，我离他最近，错不了，就是我杀了史元。这可就麻烦了。包公知道他们都想抢着送死，连包公也没办法了。包公只好问问王母怎么看。几天不见，王母头发几乎全白了。他红肿着眼睛，平静地说，包大人，王大不能死，他年龄大，还非常孝顺我，事事都听我的。他如果死了，谁来种家里的地？谁来照顾我？包公又问，那老二呢？他这个人怎么样？王母看了看王二，摇头说，王二虽然小几岁，但头脑聪明，做事快，他的能力不会差，家里以后都需要他来赚钱养活，他也不能死。包公又问，如果是王三死呢？这一次王母没有说话。包公觉得非常奇怪，他心想，王母帮了王大、王二说话，却没有帮王三说话，难不成这老三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？如果就因为这样就让王三去死，这也太叫人心痛了。但是杀人偿命，史元死了，这三个人总有一个人要偿命。虽然没有办法，但包公也只能按法律把王三给抓来，关进大牢，定好了10天后处斩。第8章，3只蝴蝶2只火。包公心里还在想着三兄弟的案子，但想来想去找不到答案。这一天，包公刚刚忙完手上的工作，就困得不行，他只好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。很快他就睡着了。迷迷糊糊间，他还想着，我平时忙于工作，睡都睡不好，今天怎么还做起梦了？他好像来到了一个花园，这里正是春天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花都开得好极了。鸟儿在天空中飞来飞去，蚂蚁在地上搬东西。包公慢慢看着美丽的花儿，迎着凉凉的风，他忽然发现自己走到了花园中的亭子里。亭子有点老旧，包公抬头一看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一张又细又密的蜘蛛网。这时
一只小蝴蝶飞过来，正好就落到了网上。它越是扇翅膀，就被蜘蛛网粘得越牢。很快，它就没力气飞了，只能在风中发抖。包公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不由叹气，心中有点可怜他们。不只是人有生老病死，原来动物也会遇到突然的坏事啊。他正难过，突然一只大蝴蝶飞来，又快又轻巧地飞向蜘蛛网，把那只小蝴蝶救走了。很快，又有一只小蝴蝶扑到了蜘蛛网上，被粘住了。这只大蝴蝶又飞过来，同样把它给救走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第三只蝴蝶也飞进亭子，不小心扑进了蜘蛛网。包公想，那只大蝴蝶一定还会来救走它吧。但是他发现这只大蝴蝶并没有飞过来，大蝴蝶只是在旁边的花园里飞了几圈，并没有去救那只被粘着的小蝴蝶。最后，它还扇着翅膀飞走了。这件事太奇怪了，每个人都有同情心。包公看着那只不停用力扇翅膀的小蝴蝶，心想：你不救它，我救。他这样想着，就准备走过去帮小蝴蝶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发现原来自己还坐在官府的椅子上，并没有什么蝴蝶、亭子。包公一次次地回想着这个梦，越想越觉得不对。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白天想案子想太多而做这样的梦吗？大蝴蝶为什么不救第三只小蝴蝶呢？就像王母为什么不救三儿子，而说他是凶手呢？这其中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吗？包公想来想去，决定再找王母问问。第9章，一个母亲两个继子。包公找来了王母，在公堂上一次次问他，想让他说出真话。包公说：你要想清楚，王三已经进了大牢，除非找出真正的凶手，否则他还有5天就会死。他也才13、14岁呀。包公心想，王母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他真是太奇怪了。他好像并不关心王三的死活，这几天都没有来看他一眼。但王母还是说，就是他杀的，不用问了。包公心想，这个女人既然什么都不愿意说，那就故意吓吓她吧。于是包公说：你一定是很不喜欢王三吧？说清楚，你是不是故意想要害死他？除非你说清楚，否则我今天把你也抓起来。王母果然呆了一下，但还是说：我怎么会想害死他呢？您弄错了。包公来回走了几圈，看了他很久，说：我知道了，王三不是你亲生儿子吧？你很自私，王大、王二是你的亲生儿子，王三不是，所以你就不管他了。
是不是？没想到听了包公的话，王母好像被打了一样，一下子坐在地上哭出来了，大声说道：包大人，王三才是我的亲生儿子啊！第10章，一个问题5天时间。王母哭了一会儿，才对包公说：王三才是我的儿子啊！王老头不是王三的亲生爸爸，却也对他那么好，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现在他死了，我怎么能放弃王老头的儿子，去保护我自己的儿子呀？王母抓住自己的衣服，手一下又一下地打着自己的心口，好像心里痛得不行。她的眼泪一直在流，自己却好像没有感觉一样，只是呆呆地说：王老头还活着的时候，最关心王三了。如果不是王三要考试，王老头也不会急着去买笔买书。现在他死了，我怎么会不心痛？如果可以，我宁可自己去死，也要孩子们都活着。包公看着王母发肿的眼睛，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王母。我也想救3个儿子，王母痛苦地说，可是史家那么大，我能怎么办？案子一直没有进展。前几天史家的管家还来告诉我，皇帝已经听了公主的话，我的3个儿子都要死。如果我再继续追问，那我也得一起死，包大人也得一起死。如果非要让一个人去死，史家才能满意的话，那就只能是我的儿子王三了。听了王母的话，包公心里很感动，也对史家很生气。他心想，史家如果那么说了，王母又怎么敢和公主、皇帝作对呢？王家3兄弟都是孝顺懂事的人，宁可自己死也要保护家人，真是叫人可怜同情。这样的人怎么会抢走别人的刀，然后杀死他呢？而且现在只有史家的下人这么说，难道就没有别人愿意帮忙说出那天的事吗？现在时间剩得不多，还有5天，王三就会死。包公忽然想起自己中午做的梦，2只小蝴蝶不小心扑到蜘蛛网上，大蝴蝶飞来救走了它们，但到第3只蝴蝶被蜘蛛网粘住时，大蝴蝶却扇着翅膀飞走了。现在包公觉得这奇怪的梦就是要提醒他，让他来救王母的第3个儿子。第11章，一个决定，一次游街。包公相信王家3兄弟不是杀人凶手，但他找不到任何人帮忙说出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除非有人站出来，否则王三只能去死了。
可是，怎样才能让人站出来，说出真正的情况呢？包公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私下找了几个人，请他们一起四处询问史源的事，想探查出更多有用的东西。下人很快就询问回来了。史源这些年做了不少坏事，他觉得自己是公主的侄子，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到街上吃喝从不给钱，看到漂亮的女人就抢走，如果有人不答应他，他就上门去打一顿，打死也没关系。不仅是史源做坏事，连他的家人、下人也一样，看到谁不高兴就打一顿，也不会有人敢告诉官府。包公知道了这些事，生气极了，他决定要把这些坏人抓进大牢。一个下人对包公说：“您真要这么做吗？史源是皇帝的亲戚，动了史家的人，皇帝应该会不高兴的。”也有人说，王三都已经说了，就是他动手杀了史源，这件事本来都定好了，我们还是别再自找麻烦了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但包公没有犹豫，他说：“你们说的我都懂，但如果王三真是个好人，我们怎么能让他就这样死了？而且，如果我这次没有保护好人，以后其他人也不会相信我，相信法律了。”包公心里好像烧了一把火，他宁可不要这条命，也必须要做点什么来惩罚史家，还王家三兄弟一个清白。如果皇帝不允许他做，那就先不告诉皇帝；如果公主不允许他做，那就先不告诉公主。等事情结束了，他们再不高兴也没办法了。包公这样想着，就直接去了史家，抓走了这些人。把人给抓来后，他还让下人带他们去游街，并让下人在游街的时候大声地说出这些史家人做过什么坏事。游街是件很丢脸的事情，史家的坏人们被抓起来，还得在街上一圈一圈地走，他们能接受这样的惩罚吗？皇帝和公主知道后会放过包公吗？包公没有想这些，他一点也不怕。他想起自己做官这么多年，遇到的坏人不少，而且皇帝很早就送给他一把尚方宝剑，这把剑可以杀任何人，不管这个人当多大的官，有多有钱，只要做了坏事，这把尚方宝剑都可以杀他。包公看着尚方宝剑，心想，皇帝送我宝剑，就是想让我办案公正。我相信，这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第12章，一把宝剑，一群坏人。这不过是普通的一天，街上却像过年一样热闹。游街不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，但一定是个最丢脸的惩罚。史家的人们
也有不愿意听包公的，还想和包公闹。他们大叫着：“包黑子，你这样做叫史家丢了脸，就不怕史家生气，公主生气吗？”包公冷笑道：“你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那你们就不怕我生气吗？”包公又拿出一把精美的剑，说道：“你们以为自己做的事没人惩罚，那就错了。你们看看这把尚方宝剑，在任何时候，只要见到这把剑，就像见到皇帝一样。皇帝给了我这把剑，我就可以用它杀任何坏人。”所有人听到尚方宝剑的名字，都马上跪了下来，像见到皇帝一样行礼。史家的人也害怕地跪着，缩着头，吓得不敢说话了。史家人明白，包公是认真的，这下他们终于后悔了。是啊，公主的话大家都要听，但他们几个只是下人，不是公主啊。包公拿着这把剑，今天就算把他们给杀了，公主也不会为了他们说什么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公主一点都不知道史家人做了这些坏事，他们只是用公主的名字来卖弄威风。如果公主知道了，恐怕也不会保护他们。他们用公主的名字骗着所有人，现在该得到惩罚了。游街开始了，街边的人们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在谈论着史家。有人迷糊地问：“这就是那个史家吗？史源还是公主的侄子呢？”其他人说：“我记得几年前史源抢了周家的姐姐，没多久又把她送给了一个下人。唉，最后周家姐姐从3楼跳下去死了。”一个老人插了一句：“史源死了，城里安全了不少呀。如果他不死，我都不敢出门，怕像王老头一样被打死。”现在史家人被抓了，包公真是个大好人啊！他探案公正，肯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大家说个不停，人们又有了信心。大家都知道了包公的想法，也愿意相信他有能力抓住坏人。他们终于放心了。没过多久，第一个愿意帮助王家兄弟的人站出来了，第二个也很快上门来了，第三个、第四个。很快，从大家的话语中，包公终于知道了史源是怎么死的。第13章，一群帮手一起改变。通过包公的努力，王家兄弟杀史源的案子终于有了进展。那天史源喝多了酒，王家3兄弟刚好找到他，想要抓他去官府。史源很不高兴，马上拿出了刀对着王大，就差一点儿，死的就是王大了。2个弟弟为了哥哥追上前去，
却又怕史源杀人，不敢动他。王二就只能一只手挡着哥哥的脖子，一只手把王大朝后面推。王二手上的伤就是这时候来的。王三从后面拉住史源，想要分开史源和王大，没想到史源反过手来，就想给王三一刀。王三手上的伤就是这样来的。但史源喝多了酒，站不直，他动作太大，不小心扑到了地上，那把刀就这样插进了自己的肚子。包公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果然王家三兄弟都是好人，在危险到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离开，也没有人杀人。王三如果就这样死去，那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但史源死了，他是公主的侄子，皇帝的亲戚，包公总得把事情告诉皇帝。包公做好被免去工作的准备，把真正的情况告诉了皇帝。他本以为皇帝会怪他抓了自己的亲戚，但没想到皇帝听完以后也很不喜欢史家这样做。皇帝摇摇头，冷笑说：“这件事真是太让人生气了。我是皇帝，还要常常提醒自己关心人民，想不到这些史家人这么威风，比我还威风呢。”包公也叹气道：“是的，史家人完全是在用公主和您的名字害人，尤其是史源，他做的坏事我一一写下来了，写了整整3张纸，请您看看。”皇帝把那些文件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气得扔掉了桌上的书和杯子。太不像话了！公主呢？公主知道这些事吗？包公回答说：“公主也不知道，她向您道歉，请您一定要公正地办这个案子。”皇帝明白了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人们都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意思是说，有人修了1000里的路，却因为蚂蚁进去而坏掉。史家就像蚂蚁，只要有这样的坏人在，就会让我们国家也慢慢变坏。来人，把王家3兄弟放了，把史家人抓起来，仔细算一算他们做的坏事，然后告诉所有人。”就这样，皇帝不仅不怪王家3兄弟，还讲了他们很多东西。后来，王家3兄弟坚持读书学习，王大当上了官，王二开了一家书店，王三也当了老师，而王母呢，皇帝送给他一个很好的名号，好心的妻子。他们一家人心很好，一点儿也不自私，大家都相信他们，喜欢他们。